再来点牛肉吗？还有这么多呢，再装点吧。给你安排个顶配的好吧？然后小一点汤。哎呀，我饿死了。没空聊，太好吃了。这牛肉稍微烫一下之后会变得比较的软。你吃过淮南牛肉汤吗？没吃过哎。哎，这个就是正宗。以后吃到淮南牛肉汤跟我这个不一样，那就是不正宗。这么正宗的淮南牛肉汤，要不要教给他们？教。想学啊你？我教你啊。我特别爱吃淮南牛肉汤，我们家附近有一家，我基本上前段时间没减肥的时候，天天去，然后跟老板混得很熟，我就说老板，我给你打工1个月，然后你把这配方交给我呗。他说行，但收我2万。我操！我们就在网上花9块9买了一个配方，然后我们又从安徽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下了一个淮南牛肉汤制作技术规范，9块9的配方和这个结合一下，给大家带来今天的淮南牛肉汤教学。鸡架、牛骨头还有牛肉一起下锅焯水，稍微搅动它一下啊，水开之后再焯5分钟。这个沟沟坎坎里可能会有血沫，把它也去掉。今天去的菜场没有鸡架，花了20买了半只鸡，成本又高了。本来鸡架只要几块钱。这个牛骨头虽然没什么肉，但它里面有这个牛骨髓，这个超级香的。4斤的牛骨鸡架大概可以煮30斤的水。生姜35克，用到非常多的香料，把它打成稍微粗点的颗粒。香料的配方给你们1帧时间截图。这里我们用的是一个小型家用打粉机，这个应该每个家庭都有的啊。打太细了。这个功率有点太夸张了，我把手放进去，这个操作是非常不安全的，大家一定要记得电源拔掉之后再这样查看它的状态。装到砂锅袋里面，这个香料能够用3次，香料包扎紧，这里收完口之后再在这里再扎一下，不要让它露出来，看到没有？满满的都是细节。把香料包也放进去，血沫还是要再捞一下，捞得越干净味道越好。其实熬汤就是这样的，要去异味，要增香，还是蛮复杂的。好，差不多得了。盖上锅盖，先煮1个小时，什么调味都不要放啊，单纯的煮牛肉。哇，现在煮了1个小时10分钟，先把牛肉捞出来，牛肉太烂了，等会儿不好切。我们盖上继续煮，牛肉保鲜膜稍微封一下，冷冻2个小时。接下来开始调味，盐100克，味精和鸡精各30克，黑胡椒粉再来12克。我知道弹幕肯定会刷啊，致死量，这个水很多很多，千万不要害怕。如果你觉得这汤熬得不够浓稠，也可以放一些添加剂，牛骨高汤和超浓牛肉精粉，其实主要成分也就是 3A 香料和陈味和甘酸二钠之类的东西。2个小时就可以把这个汤倒出来了。如果你买的是那种特别大的锅的话，不需要挪锅，就一个锅炖到底就行了。这个料包是可以重复利用的啊，2到3次。接着我们来做牛油辣子，牛油先切成小丁啊，用小火去熬它。大家猜一猜啊，我这一锅有多重？1斤。你说你怎么还吃得下？要是我都不好意思吃。40克的生姜，40克的大葱，好香啊！看着，油渣捞出来，我们直接倒到煮的这个汤里面去，这个可太香了。继续让它煮，现在的油温是180度，把香料倒下去，用小火慢慢的把味道炸出来，香料捞出来，油温180度，正负2摄氏度都是可以的。500克的牛油大概是125克，牛油辣子就完成了。加到这个汤里面啊，这个牛油辣子放在这上面，哇，牛骨髓都煮出来了，看着很香啊。我们还需要切一些配菜，香菜、小葱还有蒜苗，蒜苗一定要有啊，它的味道特别的香。还有一点就是我老看到弹幕说我切菜生熟不分，比如说我们今天切的这个蒜苗、葱花，从感官上来说它是一个生菜，应该在这块切生的菜的菜板上切，但是我认为它是直接进嘴的，所以我会把这样的菜直接在熟菜板上切。比如说我熟的猪头肉，比如说午餐肉直接进嘴的，我都会用这块菜板来切，这是我对生熟的一个定义。当然你们也知道我还有这么多菜板，所以你们也不用太担心我菜板混用的问题，我很专业。给大家看一个比较特殊的配料，豆饼是用绿豆磨成浆之后烙的。我之前发微博说要做淮南牛肉汤的时候，粉丝说一定要有这个，不然不正宗。实际上只有在皖北地区才会用这个豆饼，但是我们还是买来了，就力争还原。辅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千张，我比较喜欢吃这种特别薄的，买来之后把它卷起来，切成细丝。把抖散放到一边就行了。粉丝我选的是这种红薯粉丝，可以用冷水泡，冷水泡的更加筋道。我们抓紧时间就用温水泡了。牛肉一定要比较冷才好切啊。切片的牛肉就需要注重一下纹理了，这个纹理是这样竖的，所以我们要逆纹切。
完了，我这刀工不行啊！我这个手艺要是去兰州拉面能被开除，我觉得。哎，这块可以，你看这块就可以切得很薄。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牛肉放得比较冷。牛肉尽量切的薄一点啊，我们就开始了。新手可以用一个秤，我们先称粉丝啊，粉丝要250克的这个泡过的，豆饼是20克，千张丝30克，牛肉25克左右，这个是我们正常1碗的出品标准。开始冒了啊，把我们刚才准备好的这个倒到肉勺当中去。好，下锅，这个过程大概1分钟左右。接一点这个汤，稍微烫一下这个碗。我们虽然是小吃摊，但是还是要讲究。烫1分钟左右，我们就把这个再倒出来。汤呢，就是有的人会要辣的，有的人不要辣。如果别人要辣的，你就把这个带辣油的这个汤打到这个里面，撒上一点蒜苗、香菜、葱花。我饿死了，我要先吃，对不起。感觉跟那个要卖我2万的配方差不多嘛，大差不差。好烫，我给我老婆搞一份。我老婆不吃粉丝，牛肉给你搞一点。尝一点那个面饼的。好，给你搞一点。我建议大家在家里做不要搞铁锅，我发现铁锅煮出来这个汤的颜色啊有点发暗。虽然我们在淮南牛肉汤里面吃的那个汤颜色也是比较深的，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铁锅的影响。我不要香菜。我还能不知道你不要香菜吗？我不用加辣。不加了，就是这么样。这个是真正的淮南牛肉汤，不加粉丝的高端牛肉汤，致死量的这个葱花，我老婆最爱的。尝一下，告诉我跟那个2万块钱的配方有啥差别？也差不多。不可能，你的嘴巴这么刁，不可能差不多。怎么那么刁了？我跟我媳妇出去吃，她总能吃出里面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香料。我一吃，我操，真好喝！我今天没有做牛杂，其实我上次在那边吃了一个牛鞭的那个，很好吃，Q弹弹，很有嚼劲。而且我觉得这个红薯粉也是对的。红薯粉的特色是煮完之后很软，但是它不容易咬断，非常有韧性的一种。有个当地的粉叫华玉粉，华玉粉不就是红薯粉吗？但是叫的好听一点，我们安徽芋头做的粉。这个味道不错。多给你搞一点。我们工作餐啊，一定要吃饱吃好。你也拿点吗？我不要了，我当老板的，把这些都留给员工。来，你们好好吃啊。我司啊不招聘，你们吃不上。